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丽颖缺席 Vogue 大合影，辛芷蕾一语道破娱乐圈女星生存法则。11位顶流女星齐聚 Vogue 盛宴，唯独少了赵丽颖这盘硬菜。从在人间的争议到酱园弄的低调，这位赵小刀正用独特方式打磨演技，在喧嚣的名利场中，沉默有时比喧哗更需要勇气。待播剧《造成者》的预告已让粉丝直呼闭眼买票，或许真实的演员从不需要靠饭局证明存在感。如果说娱乐圈是一场永不落幕的饭局，那这次 Vogue 20周年封面拍摄就是一桌精致的满汉全席。杨幂、刘亦菲等11位女明星齐聚，个个都是口碑与实力并存的顶流菜品。可网友们翻遍菜单，却发现少了一道熟悉的大菜赵丽颖。这下热搜炸了锅，她去哪了？怎么没上桌？仿佛是老母亲找丢了孩子，一时间八卦雷达全开。其实赵丽颖最近确实低调的让人怀疑是不是在家里研究新型泡面配方。2024年她还是荧屏最闪亮的小太阳，到2025年突然变成夜空中最安静的一颗星，难不成是在练习隐身术？当然不是，这背后有故事，而且比宫斗剧还精彩。先来说说那段被扒到地皮都快露出来的恋情。赵丽颖和导演赵德胤绯闻传得沸沸扬扬，她本人起初选择装死不回应，但互联网是没有秘密的地方，不回应就等于默认，热度蹭蹭往上涨。当电视剧在人间上线时，她终于忍无可忍，把绯闻当免费广告资源用起来，大胆开麦宣传自己的作品。这波操作堪称营销教科书里的反例，因为一句算你没，直接把自己送上风口浪尖，被群嘲没素质，满嘴脏话。要知道，在娱乐圈混，如果不会拐弯抹角的回怼网友，那真的只能靠吃瓜为生。结果在人间水花也没溅起来，还被观众批评演技套路化，假小朵像极了他以前所有角色的大杂烩。不少人吐槽，看着看着就像刷到了同一个表情包。这还没完，酱园弄上映后，他又遭遇2次审判。有网友直言，跟杨幂比起来，演技明显掉队。更尴尬的是，人家杨幂在线下宣传活跃的像春晚主持人，而赵丽颖则低调到让主创团队都快忘记还有这么个人。于是坊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赵丽颖不合群，低情商，连杂志封面都懒得去凑热闹，是不是打算退圈养老？但真相往往藏在细节里。如果你以为她真的对工作不上心，那就太小瞧这个曾经被叫做赵小刀的女人了。从出道一路走来，她一直以真性情著称，不会假笑，不爱装腔作势。在合作演员眼中，她甚至是难能可贵的真实派。比如刚拿下威尼斯影后的辛芷蕾就公开夸赞，和我想象的一样，很真实。双引号，别忘了，这种不合群其实是一种自保模式。在内娱这种名利场，你要么学会圆滑，要么学会消失，否则迟早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真实虽然稀缺，但也是风险最大的标签。一句话讲错，就可能引发全民吐槽，多参与一次宣传，又怕被指喧宾夺主。所以有时候不露脸才是真聪明，毕竟谁愿意天天站在风口，被八卦吹成爆米花？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酱园弄中他戏份本来就有限，再怎么努力也很难抢过主演们的话题焦点。如果硬凑过去参加线下活动，只怕分分钟变成小透明。与其如此，还不如趁机钻研演技，把自己磨砺得更锋利一点，为下一部作品蓄力。而据悉待播剧《造成者》的预告已经吊足观众胃口，有粉丝评论，只要是刀姐出手，我闭眼买票。
双引号。其实，每逢一人陷入争议，总有人喜欢用放大镜去挑毛病，却忽略他们也是普通人，会犯错，会犹豫，也需要成长空间。有网友表示，现在谁还敢随便开麦，动辄就被骂上天。但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每句话都经过 PR 团队润色，还剩多少属于自己的声音？所以，对内娱女星来说，与其盲目追逐曝光率，不如专注于提升自我，让作品成为真正的话题中心。而对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说，与其天天纠结谁坐哪张椅子，更应该关注演员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新鲜体验。安静的背后，其实藏着更多努力和坚持，只不过没有那么高调罢了。最后再给各位打工人的生活提个醒，职场里总有人喜欢扎堆刷存在感，但真正能留下来的，从来都是那些肯踏实干事的人。不管你是在办公室拼命敲键盘，还是在厨房研究炒鸡蛋的新姿势，都别轻易相信所谓的人设标签，因为人生这顿饭局，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门秘方。或许下次再看到哪个明星突然消失，请先问问自己，我们是否也曾因为害怕争议而选择沉默，又是否懂得珍惜那份来自他人的真实评价？对此你怎么看？2. 杨幂边站，赵丽颖缺席，封面 C 位竟然是她。姐妹们，这热闹事儿又来了。1年1度的时尚春晚 Vogue 金9封面刚一爆出来，朋友圈和微博那叫一个炸锅。11位女演员齐刷刷站成一排，80后、90后、00后大杂烩，比东北洗浴中心还热闹。可是眼尖的网友一看，咋没赵丽颖啊？这波操作属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不是能打的全上了，是不是在娱乐圈连个站台都能搅出一锅陈年老醋？到底是演技、颜值说了算，还是背后的关系网在发功？你说时尚圈这事，咋总搅得和看股市一样云里雾里呢？今儿咱就得说点料，冲突才刺激。Vogue 这一集真能凑齐群星闪耀，刘亦菲和杨幂大气站中间，迪丽热巴乖乖边上抬头看观众，马思纯、辛芷蕾悠哉站一角。可是这一锅粥咋喝都觉得少了点葱花。赵丽颖的存在那是娱乐圈的黄金锭，没她这碗粥多少显得寡淡。尤其杨幂和赵丽颖这对老冤家，过去娱乐新闻天天热搜榜，你追我赶，互不相让。这回又没同框，间接上了个冷场。刘亦菲气场强，又偏低调，杨幂顶流也没多搭理隔壁小公主，这气氛说不上剑拔弩张，但绝对不够温馨。其实观众也不傻，明面上是拼造型，暗地里是拼资源、拼后台。你说这场面，谁不是把精明劲使到了极致，比拼人气？还得看背后谁手里票多，谁支持自己多。这么一想，你服不服？逐层剥洋葱 ，Vogue 金9封面看起来像是女演员们的集体闪光，其实背后卷得厉害得很。谁能站 C 位，那可不光靠脸。像刘亦菲这种国民女神，气场自带开挂属性，但在镜头前反倒从容低调，没一点大姐大的端架子，倒让人觉得她更像面温柔的老东北饼子，怎么看怎么扎实。杨幂呢，独挑流量大旗，位置不差，但和刘亦菲基本零交流，猜都不用猜，圈里人都知道这俩可不是闺蜜，好到一起喝奶茶的主。热巴这次算是新星，站边角也能闪光，靠利刃玫瑰甩脱美人设，给大家眼前一亮。辛芷蕾、马思纯稳如老狗，气质拿捏，演技端得住场面，谁嘴里都夸他们实力派。但这封面谁捧谁冷，谁站中间谁靠边，业内都看得很明白，关系、资源、资本谁手里多，谁就能美丽的站出来。群众怎么看？普通粉丝有的悄悄失落，颖宝没上我不买了。微博、豆瓣一水的遗憾和怨念。
也有人通透这都是资源博弈，人品颜值都在其次。其实娱乐圈这种事，东北大姨都能明了，谁有实力谁有人脉，谁跟时尚圈话事人是好闺蜜，这封面就不是简单的多选题，而是圈内的关系排列组合。你说赵丽颖缺不缺席重要？那得看她最近是不是和资本的闺蜜们闹矛盾了。表面上一切风平浪静，11朵金花站在一起，个个神采飞扬，粉丝们纷纷点赞，时尚博主使劲吹，但懂行的都知道，这表面的和谐下暗藏风浪。赵丽颖的缺席是个大问号，明明是电视剧女王，这2年大爆剧一部接一部，照理说时尚圈巴结都来不及，结果反而把她踢出局，这到底啥道理？你说是她跟 Vogue 有过节，还是背后资本那张锅盖又扣在头顶？反方声音此时登场，有人说时尚圈有自己的审美标准，赵丽颖风格和国际大刊调性不符，缺席是正常。这说法一出，立马有网友不服你这标准是不是专治那些不愿圈内人人都一块玩的正主？还有人站出来对资源比拼，就是的有靠山才能上封面，咱普通演员就只能往后站。再来酸点的说，或许赵丽颖已经不稀罕这点流量了，她早就自带 IP， 封面只是锦上添花。一圈操作下来，表面上大家都各退一步，实则谁都不服谁，正反观点互对，如同饭桌上的拌嘴，翻来覆去没个定数。你以为事态到这儿就算完了？大错特错！接下来揭示的真相比连续剧还精彩。当你再仔细琢磨 Vogue 的封面阵容，才发现这是个关系版图大集结，每个人的出场顺序和站位既讲究资历也拼后台。刘亦菲背后是电影圈常青藤，杨幂站着大流量线路，马思纯、辛芷蕾则手握高质量作品。这阵容安排背后是时尚圈和影视圈的一场联合分赃大会，拼的不是个人秀，而是团队与资本的较量。更劲爆的是，娱乐圈协议无处不在，谁跟谁同框，谁能往前站，谁挨着谁笑，这些都是事前就谈好的。试问谁敢不听话？顶流都不是白给的，哪里仅仅演技、颜值能决定命运？你要问为什么赵丽颖缺席，圈里人掰着手指头能数出几百种小道消息，要么是时尚圈内部的无声悲歌，要么是背后资本正在换主场，头一回没轮到他站出来。此时矛盾激化如歌，看似美丽的合影，实则各自心有小九九，粉丝暗战，资本明争，资源划分，俨然一副娱乐圈权力游戏现场版。前文埋下的伏笔都爆开，那些看起来云淡风轻的明星，其实个个暗中角力，哪怕一个简单的合照都能卷出风雨。谁能想得到，金九封面背后藏着这么多暗流？谁占 C 位就等于谁赢得了当年的资源分配，谁靠边就意味着等一等再上车。赵丽颖没在场，无数人猜测她是不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这波操作让人大呼服了。等到喧嚣散去，杂志卖得风风火火，各路评论也慢慢归于平静。大家都以为这场时尚宴宴就算圆满落幕了，可这平静里偏偏还藏着新的危机。赵丽颖的缺席让不少粉丝心里堵得慌，圈内暗战显然没完，谁也不能保证下次还能看到她堂堂正正站在金九封面。站位学成了新一代网友的解题题库，谁 C 为谁陪衬，后面的分歧只会更大，谁也不服软。意外障碍层出不穷，时尚圈自有规矩，资本运作越来越隐秘，普通观众只能看图说话，根本猜不到背后谁在握手，谁在翻脸。圈里大佬3-2句话决定走向，资源不够，后台不硬，你再有演技也只能喝汤。连合影都成了资本排列组合题，谁站得不爽，下回就有可能掉队。分歧越来越大，谁都想争一个头筹，但谁都知道
丑话说在前头，时尚圈这点小九九永远不会消失。不管站在哪儿，和解的可能性接近零，大伙只能各自打算盘，谁是封面常胜将军，谁是陪跑工具人，一切都在一场场战役中悄然分野。讲道理，这场娱乐圈里的 C 位大战还真是让人看得醉了。论演技，说实力，大家都明打明抢，可偏偏这场时尚圈封面争夺戏码，最后总是资本关系把场子翻个遍。赵丽颖一缺席，立马成了网民热议的失踪人口，让粉丝和圈内人都不禁搁这儿琢磨，闺蜜圈是不是又在发酵，后台罩不罩得住，资源是不是又被重新分配。你说咱要是只盯着演技颜值，那也太一根筋了。现如今娱乐圈哪还有单纯好人好事？这世道不光是狼多肉少，连吃个肉都得拼后台。好多人嘴里夸这次封面是女神集结，实际就是关起门来划分地盘。你要说赵丽颖缺席是审美问题，咱只能假装点头，但心里头都清楚，圈里边哪有那么多浪漫事，都是精打细算，一步一动都是资本算盘。这场面就跟东北过年包饺子一样，看着热闹，谁在桌子旁边，谁能先夹肉，要的不是吃得香，而是让自己更有分量。有些真话咱只能悄悄说一句，谁能占 C 位，谁的资本硬，这话听着扎心不？娱乐圈就是这么个地儿。唠到这儿， Vogue 金9封面缺赵丽颖，到底是时尚圈的高端审美，还是资本的幕后一角？你觉得哪个更重要？演技、颜值，还是后台和人情？是该拼实力，还是拼关系？难道娱乐圈真的就只剩下战队才有镜头？各位观众老爷，来评论里接着掰扯吧，说不定下一个占 C 位的故事已经在这舞台背后悄然上演。